commodities. 新的需求需要新的产品， New commodities need new needs. 新的产品需要新的需求， Create sensus communis. 创造共通感觉， Absorb local wisdom. 汲取在地智慧， Eternal instinct. 永恒吉顺， Imbued obsolescence. 内置过期， No happy lucky. 踢走包 Be on the move. 袱，永不停步， Access to global mobility. 进入全球化移动， Pregnant with chances. 孕育无数机遇 A big bomb would happen. ，right now。戏剧作为文化产业周边的一种准产业，在大中华的范围内，过去一直未能打进文化产业的核心领域。原因很简单，剧场艺术作为一种消费文本，跟其他的消费文本相比，一直未能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产制。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戏剧文本在原初产制以后，不具备大量再制的高效性。因此，未来的剧场艺术必须抛弃过去我们只是把艺术创作当成是短暂的、个人化的、单一的心灵创造活动来理解的观念。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放下身段，把艺术品放回到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之中，交出你的主权，打开你的笼子，把阅读的主导性和参与的多元性交回到消费者的手中。艺术不应该只是激类艺术家所发出的个体大，但也绝不可能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的宏观操弄，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复合、双赢的沟通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剧场艺术就必须同时具备一种双权分立的产制与在制的产业形式。什么是双权分立？我用2个关键字来概括一下。1. 原初奋斗。2. 附加价值。在第一个阶段里面，在上游研发的阶段里面，我们必须对创意投入进行相对松散的管制，那就是容许艺术家在原初产制过程中拥有相对极大的自主权，努力收编不同的人才，让他们自由发挥符号性的组合和任何形式的实验。我们相信，任何形式的艺术，哪怕是最反艺术的艺术、最反革命的艺术，都存在着它的交换价值。有了交换价值，就必定有转换成为消费品的潜力。前卫可以消费吗？当然可以。反叛可以消费吗？有一次，我在上海的一家著名夜店官邸去见朋友，碰到了一个打扮前卫的年轻人，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他上海现在流行什么，他说流行戒。我就跟他说，那你怎么去消费你的戒？他听完以后很愤怒，拿起一个著名品牌的饮料玻璃瓶，凶巴巴的一边说着草泥马，一边好像狠狠砸我的样子。当时我心里就在想，愤怒也可以是一种消费。如果有一种饮料名字叫草泥马，我保准他会迷上。草你妈，草你爸，草你爷爷，草你奶奶，草你外公，草你外婆，草你祖宗18代，我们是应有尽有。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草泥马都分别含有不同的维生素 A、B、C、D、E、F、G、H、I、J、K、L、M、N、O、P、Q、R、S、T、U、W、X、Y、Z。当然，我完全明白，文化艺术作为一种消费产业，它的本质是高风险，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 hedge your bet。集中资源，同时分散下注，那就是以庞大的产业化规模一网打尽各类主流、非主流、边缘、中心、先锋、传统、相似、客气、样板、坎古的艺术原初奋斗成果，那就是保证在为数众多的艺术原初奋斗成果中，最终能有畅销的产品保住，以平衡大量奋斗失败的